为什么我们总会变回原来的自己？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。某一天，突然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了，于是决定早睡，决定运动，决定不再拖延，决定控制脾气，不再为一点小事生气，甚至决定离开一种已经让自己痛苦很久的生活。刚开始的几天真的不一样，人好像突然有了力量。可1个星期、1个月之后，很多事情又慢慢回去了，还是那个作息，还是那个脾气，还是遇到同样的事情就产生同样的情绪。最让人泄气的，甚至不是失败本身，而是那种感觉，我是不是根本就改变不了？但也许真正的问题，从来不是一个人没有改变的能力，而是我们一直误解了改变这件事。我们通常以为改变是从一个决定开始的，从明天开始，我不再这样了。可是，一个决定面对的并不是一个空白的自己，他面对的是过去10年、20年，甚至几十年一点一点形成的生活模式。想想一个人每天是怎么生活的，遇到不顺心的事情，他习惯怎么想？别人说了一句让他不舒服的话，他第一反应是什么？压力来了，他是逃避、发火、拖延，还是不断责怪自己？孤独的时候，他会做什么？焦虑的时候，他又会去哪里寻找安慰？这些事情重复一次，看不出什么；重复100次、1000次以后，他们就不再只是一个选择，他们会慢慢变成一种自动反应。于是，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出现了：很多时候，人并不是在主动选择生活，而是在重复过去。同样的想法带来同样的行为，同样的行为又制造出类似的经历，类似的经历再带来熟悉的情绪。久而久之，这些东西组合在一起，就变成了一个人非常熟悉的自己。所以，真正难改变的，从来不只是某一个坏习惯，而是那个坏习惯背后一整套已经运行很多年的自己。这也解释了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：为什么有些东西明明让人痛苦，人却舍不得离开？一段关系已经非常消耗了，还是一次次回去；一份工作每天都让人窒息，却迟迟不敢离开。明明知道自己的脾气会伤害别人，事情发生的时候还是控制不住。甚至有些人已经非常讨厌现在的生活，却还是年复一年地过着同样的日子。表面看好像很矛盾，但如果仔细想，会发现痛苦虽然不好受，却可能是熟悉的；而未知虽然可能更好，却是陌生的。人脑天生喜欢预测，熟悉意味着大概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，陌生意味着不知道。所以，当一个人真正开始改变时，最先出现的往往并不是自由，而是不舒服。比如，一个过去习惯讨好别人的人，第一次说不，他说完之后，很可能不是轻松，而是内疚。我是不是太自私了？一个习惯什么事情都忍着的人，第一次表达自己的感受，他说完以后，也许整晚都在想，我是不是不该说？一个长期依赖别人认可的人，第一次决定按照自己的判断做事，那一刻他可能会非常没有安全感。这时候，人很容易产生一个误会，既然这么难受，也许这个改变是错的。但有时候恰恰相反，这种不舒服并不一定说明走错了，它只是说明旧的自己正在失去熟悉感，而新的自己还没有变得熟悉。人正站在两者之间，这可能是改变最危险的地方。因为旧生活虽然不好，却有一个巨大的优势，它很熟悉；而新生活虽然令人向往，却暂时没有任何保证。于是脑子里会开始出现各种声音：今天算了，明天再开始，其实也没那么严重，我以前试过，不也失败了吗？我就是这样的人。这些声音听起来非常合理，甚至听起来就像自己，但它们未必代表真正的判断。很多时候，它们只是过去形成的模式，在试图把人带回熟悉的地方。所以，改变真正重要的第一步，不是逼自己积极，而是开始看见自己，看见那个念头什么时候出现，
看见自己什么时候又准备逃跑，看见哪一句话会立刻让自己进入防御，看见什么时候又开始抱怨，什么时候又想责怪别人，什么时候明明很害怕，却假装自己不在乎。过去这些事情发生的太快了，快到人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被带走了。而改变就是在这个瞬间多出一点点清醒。原来我又开始这样想了，原来每次遇到这种情况我都会这样反应，原来我以为这是性格，其实它可能只是一个重复了很多年的习惯。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，我就是这样的人，和我习惯这样反应，看起来只差几个字，意义却完全不同。如果一个人相信我就是脾气不好，那脾气就成了身份。如果他说我习惯在受到威胁的时候发脾气，那么这就变成了一个可以被观察，也可以被改变的模式。如果一个人相信我就是没有毅力，事情似乎已经结束了。但如果换成我过去遇到困难的时候，习惯用放弃来结束不舒服，突然之间就出现了改变的空间。所以真正的改变不是不断告诉自己我要成为更好的人，而是开始把过去那个自动运行的自己一点一点看清楚。因为只有看见以后，人才有机会在下一次事情发生的时候做一个不同的选择。可问题来了，知道以后就能改变吗？恐怕还不够，因为很多人其实什么都知道，知道应该早睡，知道应该运动，知道不该冲最亲近的人发脾气，知道不应该一直拖延，知道那段关系正在消耗自己，可是知道和做到中间还有很长的一段距离。真正的改变发生在下一次同样的情境出现时，当那个熟悉的按钮再次被按下去，过去的自己准备按照老办法行动，而这一次人停了一下，过去一生气就立刻回击，这一次先不说话，过去一焦虑就逃避，这一次先把最难的那件事情做10分钟，过去害怕别人失望就马上答应，这一次说让我想一想。不要小看这个瞬间，因为改变很少发生在那些热血沸腾的时刻，它更多发生在这些没人看见的几秒钟里。旧反应已经出现了，新选择却第一次没有跟着它走。那一刻，一个人就在给自己创造新的可能，但新的选择刚开始通常非常笨拙，这也是很多人放弃的原因。第一次表达边界会说得很生硬，第一次控制情绪可能10次只能成功1次，第一次建立新的生活规律还是会不断被旧习惯拉回去。于是人会觉得我还是没有改变，其实改变可能已经开始了，只是新的东西还没有熟练。就像一个习惯用右手写字的人突然改用左手，第一天写出来一定很难看，这并不证明左手永远学不会，只是说明新的动作还没有被练习到足够熟悉。所以真正的改变并不是某一天突然脱胎换骨，而是一次又一次在熟悉的岔路口选择那条不熟悉的路。第一次很难，第二次还是很难，可是慢慢的大脑会发现原来这样也不会出事，原来拒绝别人以后关系并没有立刻毁掉，原来不逃避焦虑，焦虑也会过去，原来不靠愤怒保护自己也可以把话说清楚，原来新的生活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。直到有一天，过去需要巨大勇气才能做出的事情开始变得自然，那时候改变才真正进入了身体。还有一个方法可以让这个过程变得更清楚，在事情真正发生之前，先问自己，下一次再遇到同样的情况，我希望自己怎么做？不是问我要成为一个怎样完美的人，这个问题太大了，而是具体一点。如果明天同事再次否定自己的意见，希望自己怎么回应？如果家人再次说那句最容易让自己生气的话，希望自己怎么回答？如果晚上10点又想拿起手机刷2个小时，希望自己做什么？如果失败再次发生，希望自己对自己说什么？甚至可以闭上眼睛，把那个场景提前想一遍。
想象事情发生，想象过去那个熟悉的冲动出现，然后想象这一次自己选择另一种反应。这不是幻想一个完美人生，而是在事情真正发生之前，先为自己准备另一条路。因为如果一个人从来没有想过，除了过去那种反应，我还能怎么办？那么真正的压力来临时，大脑最容易选择的，当然还是那条走过无数次的老路。所以，一个人想改变自己，可以先做3件非常具体的事情。第一，找出一个反复出现的旧模式，不要一口气改变整个人生，只找一个。比如，一被否定就生气，一焦虑就拖延，一孤独就去找不适合自己的人，一遇到冲突就逃避，一失败就开始否定自己。第二，找到这个模式启动的瞬间，它前面发生了什么？是哪一句话？哪个场景？哪种情绪？哪个念头？越早发现它，越容易改变。第三，提前准备一个新的反应，下一次它再出现的时候，不要求自己彻底变成另一个人，只做一件和过去不同的小事，停10秒，少说一句，多问一个问题，出去走5分钟，把手机放下，把真正想说的话写下来。改变不一定需要惊天动地，它只需要在那个原本注定会重复过去的瞬间出现一点点不同。人生里真正奇怪的事情是，很多人并不是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，他们知道，想健康一点，自由一点，平静一点，勇敢一点，希望拥有更好的关系，希望不再被过去困住。真正困难的是，那个未来的自己在一开始往往不像自己，因为所谓自己本来就是过去无数次重复以后形成的熟悉感。所以改变的过程中，偶尔会出现一个很奇怪的阶段，旧的生活已经不想回去了，新的生活却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。过去那个自己越来越陌生，未来那个自己也还不够熟悉。人就像站在一座桥中央，前面看不清，后面却已经不想回去了。很多人就在这里退回去，不是因为前面的路一定错了，只是因为后面的路太熟悉。也许真正的改变就是学会在这个地方多待一会儿，不要因为陌生就马上回到熟悉，不要因为不舒服就立刻认为自己做错了，也不要因为偶尔又回到旧习惯就宣布整个改变失败。只需要一次一次的看见原来的我又出现了，然后再问一句，这一次我还要继续按照过去的方式生活吗？如果答案是不想，那么就做一个和过去不同的选择，哪怕很小。因为一个人的人生并不是某一天突然改变的，它是在无数个这样的瞬间里慢慢转向的。过去是无数次重复的选择，把一个人变成了今天的样子，未来也一样。真正的问题从来不是我到底能不能变成另一个人，而是下一次旧的自己再次出现时，我愿不愿意做一次不同的选择。也许所谓改变自己，并不是消灭过去那个自己，而是终于有一天，过去的反应再次敲门时，人已经不必再开门了。